福特号航母即将服役，为何美海军上将认为这艘航母的研制犯下了错误？为何中国建造航母反而成为了美国人的榜样？在美国下一代航母福特号服役近5年后，美国海军终于宣布可以在2022年做到实战部署。然而，从这几年海试效果来看，这艘航母是否能达到美军想要的效果依旧存疑。就连美军内部都承认福特号航母是一个错误。近日，据军事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海军军令部长上将坦诚，美军在最新的福特号的航空母舰的研制上犯下了错误。由于一口气加入了太多的新技术，这就导致失败的风险过高。对此，据智库专家指出，这段发言出自美国海军最高阶军官之口，这也预示着美军未来能力的发展将趋于保守。此外，根据报道，在年度海洋、空中与太空展开幕前，美国海军联盟公开一段预先对吉尔代进行的采访。吉尔代坦诚，海军将23项新技术一口气塞进福特号航母是个错误，因为这让计划会面临过高风险，而该舰的每一次成本超支和时程延宕都让美国海军遭受重击。如美国福特号搭载的先进武器升降机，虽然在设计上速度更快，承重能力更高，能有效加强该舰的火力投射效率，但是由于过于先进，这也导致其时常出现问题。对此，吉尔代表示，武器升降机是福特号航母计划过去4至5年来痛苦经历的最好例证。吉尔代强调，美国海军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需在向新平台添加新技术时更加谨慎。不应在任何如福特号航母一样复杂的平台上同时引进超过1到2项新技术，以确保将风险维持在可管控的范围内。值得一提的是，吉尔代希望美军将此想法落实在最新型的星座级神盾巡洋舰的研制计划上，并且可以建立地面测试站，用于事先测试该级舰所需的技术。美国在福特航母的研制上经历了怎样的失败？美国福特号在建造过程中确实是经历了一波三折。据悉，美国福特号航母原定于2018年服役，但是在2017年4月，美国福特号航母在首次海试中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包括新型武器弹药升降机、电磁阻拦系统和新的发电机组都无法正常工作，所以美国福特号航母的部署被迫延期。然而，由于美国国会立法要求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不得少于11艘，加上美国企业号航母已经退役了，所以福特号航母虽然存在着许多的缺陷，但是美国海军还是宣布福特号航母在2017年在美国海军入列。这也使得美国福特号航母是在不断建造和测试的情况下先行服役的。美国福特航母所存在的缺陷，究其原因就是其电磁弹射系统总是出故障。所以福特号航母全舰最复杂的地方都围绕一个电字，这也使得福特号航母在服役之后，全舰的各种电磁系统频繁出现故障，甚至根本没法使用。虽然美国福特航母所配备的电磁弹射器要比尼米兹级航母的使用的蒸汽弹射器更先进，所以需要的人员配置也更少，还使用先进的拦阻装置取代了此前使用的马克7型液压拦阻装置，这也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由于美国太过于冒进，并且在技术还不是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就开始使用，从而导致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并存在着电磁弹射器功率不足的问题，这就给整舰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这也使得电磁武器升降机的妥善率也一度只有不到20%。此外，电力系统整体负载也同样是个很大的问题。由于福特号航母存在着过多的安全隐患，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正在建造中的福特号航母2号电力机组甚至还发生过爆炸，幸好当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和损失。但是这也间接地预示着美国福特航母的内部存在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检测解决，以保障航母的使用安全，从而消除安全隐患。据报道称，美国福特航母的设计初衷是将舰载机出动效率提升约30%，方法是通过使用配备有磁性电机的升降机来转运武器弹药，而不是尼米兹级航母所使用的线缆电梯，这也是美国新引进的技术，想要以此来提升升降机的效率。到那时，美国在福特号航母上引进新技术的时候，
却完全没有等到这项技术成熟后再将其应用在航母上，并且应该充分考虑其的可控性，这将会更好地发挥出其的作用，这也是比较冒进的行为。美国在这点上还是要和中国学习，因为相较于美国的冒进，中国表现得更加稳健，而且也更加有效率，也秉承着循序渐进的原则，以便可以花最少的时间取得更好的结果。如果说美国人造航母是大步跌倒，那么中国人造航母则是小步快跑。中国在航母的建造上也是按部就班、井而有序的，充分地考虑了本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的循序渐进的研制，而有着非常明确的计划与目标，而不像美国一样只会冒进地进行盲目发展，到头来只会是失败的结果。我们从中国的003航母的建造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003航母在研制的过程中也都是一帆风顺的，并没有像美国福特号航母一样接二连三的出问题，而是在井而有序的研制中，在中国电磁弹射器的研制成熟后，便将其安装在了003航母上。但是003航母也没有过于追求动力系统采用核动力，因为003航母的定位依旧还是近海守护者，不需要着急采用核动力系统。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003航母兼具创新与稳健的特点。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003型航母在吨位上和美国福特级航母是一个级别的，长度也仅仅比美国福特号航母短了17米，甚至完全可以与福特号航母相媲美。因此，这两艘航母有着相似的建设难度，可以说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中国003航母却完全不像美国福特号航母一样频出错误，相反更加的稳当和有序。这也反映出了中国在航母研制的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加上中国003航母在建造过程中实现了数千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实现了一类配套设备100%的国产率，这也是相当厉害的成就。所以现在的美国终于承认了自己在福特号航母的研制策略是错误的，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对于中国在军舰的建造上的速度和质量也是十分佩服的，也将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也将适时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据美国智库资深研究员克拉克指出，美国海军在目前的大型无人水面舰和大型无人水下潜艇的计划中，本来将持续采取类似福特号航母的建设方针，但是在吉尔代做出这段发言后，这也使得美国海军将转以更保守、更稳妥的方式进行后续未来能力的发展。从这也可以看出，美国将从福特号航母研制失败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将转变自己对于军舰的研制策略，从而选择采用与中国类似的稳健的方式，